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一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两天呢，市场上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啊。很多人朋友问呢，这个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出现了反弹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原因很简单啊，全部都是20大啊带来的，中共的20大带来的。那么中国大陆这个20大呢，没有换人。上证 A 股呢和港股啊，在这个20大开完之后就出现了暴跌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这两天的行情啊。那比特币、以太坊出现了反弹的，这其中说明了，聪明的钱他们的一些怎样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啊，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木头姐他参加了一个采访，他说他在比特币250美元的时候啊，他买了400个，一直持有到现在。那也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啊，就是说最好的操作呢就是不操作。那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呢？然后呢，木头姐给出了他预测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美联储计划啊，将在12月份减小加息的幅度啊，整个金融市场呢都在等待美联储的动作啊，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一个即将到来或者是不到来的这个金融危机。作为在币圈混的我们啊，到底该怎样生存下去？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啊。那么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啊。另外呢，我的电报呢有个会员群啊，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这个缓冲群的链接啊，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来进行咨询进群的方式啊。缓冲群呢是一个禁言的群啊，大家可以只关注里面可以发言的，一个是我啊，一个是这个助手。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第一部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频道呢很少参与这个大陆的政治的一些事情啊，一些变动啊。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个20大啊，本应该呢是换届的，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啊，老大没有变啊。我们这个频道呢也不参与说这个讨论这个对错是非啊。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开盘的 A 股和港股就知道了啊，尤其是港股跌的呢是一塌糊涂啊，很不给这个老大的脸色看。那就说明了什么呢？资本呢在外逃啊，不仅仅呢资本在外逃，很多资本背后的这些人呢也在外逃。这个周末呢，很多之前啊犹豫着到底润不润，到底跑不跑路，移不移民的人都开始着手准备了。虽然说现阶段呢有点晚了，但是他们担心后面的几年啊会更加的困难啊，所以将股市里面的资金套现。那么这也是今天开盘的这个第一要务啊。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啊，昨天今天加密市场呢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这个现象呢跟目前大陆境内的这个资本外逃和资本背后的人的外逃呢有很大的关系啊。由于这个大陆全境的外汇管控将法币呢换成加密货币比如说这个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啊，那成了目前最有效的转移资金的手段啊，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这个小幅度的反弹啊，说明这个更大的资本呢可能还没有动作啊，可能就是说这个一小撮的这些聪明钱呢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那么我们说，如果说等到更大的资本的这个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涨幅会更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反弹呢会随着这个资本背后的人呢，他们肉身到了海外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回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毕竟呢大家到了海外之后呢还是要生活下去的，需要将这个资金再换成法币。所以说记住啊，这个不是牛回啊，熊市连一半呢都没有走到啊，目前追高的风险依然很大啊。另外呢，咱们频道有小伙伴这个如果说达到了这种移民的条件了啊，就是资金量够了，但是呢苦于是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啊，可以考虑加入我的这个会员群。我会对会员群内所有的朋友呢免费开放1对1的移民咨询啊。会员群的加入链接呢就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啊。那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是一个禁言的群啊，找我或者是群助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著名的木头姐，也就是这个方舟投资 ARK 基金的首席执行官Casey Wood 啊，接受这个 What Bitcoin Did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啊，说曾经在比特币250美元的时候啊，买了10万美元的比特币。那么换算一下呢，也就是说他买了400个啊，并全部持有至今啊。根据比特币当前的这个价格19000美元来计算啊，开斯伍德当时购买的比特币目前呢价值760万美元。此外呢，开斯伍德表示十分看好比特币，相信比特币市值呢未来可以达到4.5万亿美元啊。注意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会
换算一下这个比特币到底会能达到多少的这个价格。那木头姐呢，今年在美股上面栽的这个跟头呢是非常的大啊，我刚刚还看了一下这个ARK基金啊，今年以来普遍呢是跌去了70%啊，尤其是这个木头姐非常看好的 Coinbase 啊，已经跌的他妈的不认识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以这个某一年的表现呢就去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去论这个英雄啊。那木头姐在牛市的时候还是挺牛的啊，只不过是这种大的这个基金公司啊，他们会有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流入来支撑他们不断的进行抄底。那抄着就真的到底了啊。我们大家呢不能以这个木头姐或者是以巴菲特啊为模板来操作自己的资金，对吧？那么因为人家是有免费的资金持续不断的来供应啊，那但是你没有啊，这个你梭哈了，你就没有子弹了。那木头姐看好比特币，说比特币的市值会到4.5万亿美元，那么按照目前比特币市值是3700亿美元，然后价格是19000附近，那我们换算一下，那比特币的价格呢会到23万美元一枚啊，这个预测呢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了啊。那还有人喊100万一个呢，但是无论怎么喊啊，都改变不了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你能抓住规律呢，你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啊，抓不住的话，那非常抱歉，你只能在山顶上站岗3年，等下个周期再解套啊。运气差一点的话，你买的币可能就归零了。所以说啊，下一次该怎么操作，大家心里面都应该有数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聊第3部分啊。那美国加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美联储自己说要这个把通胀呢控制在2%以内，但是我们大家都观测到，目前这种持续的加息缩表的动作呢，导致了一个产品的这个收益率的持续的攀升，那就是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啊，那不管是2年期的、5年期的还是10年期的，都在这个攀升。那目前有些这个国债产品呢，已经高达是这个4.6%了，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了啊！我们可以结合历史上的高位来看啊，上一次高点呢是2006年，再往前呢是2000年，再接着呢是1994年，再往前呢是1989年啊。那1989年之前再往前呢就没有统计过了，至少呢过了没多久呢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啊。我们回过头来看啊，1989年、1995年、2000年、2008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那接下来的2023年或者是2024年会不会出现啊？就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这种金融危机呢大家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啊，不管来不来，大家都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那前2天呢，这个华尔街的日报记者啊 Nicky Timiraos 他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啊，他说这个美联储的官员啊，预计将在11月份的这个会议上再次加息75个基点，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届时呢，可能会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发出12月进行较小幅度加息的信号啊。那一些官员呢，已经开始暗示他们既希望尽快放慢加息的步伐，也希望明年初停止加息，以观察今年的措施对经济放缓的影响啊。他们希望降低出现不必要的急剧放缓的风险。那其他的官员则表示啊，现在讨论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事实证明啊，高通胀将更加持久和广泛。如果说官员们考虑在12月份加息50个基点啊，他们会希望在11月会议后的几周内让投资者为这一决定啊做好准备，以免引发新一轮的这个股市的持续的上涨啊。那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就等这个消息啊。10月22号，美联储的这个戴利还表示啊，我们会放缓加息的步伐啊，不是暂停加息，而是加息50或者是25个基点，也就是说把这个幅度降低。那想要灵活应对数据变化，其实美联储也是不能无限制的一直加息下去啊，再加下去美债飙涨啊，那需要支付的利息呢也会飙涨，那美联储到时候又要拆东墙补西墙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总是相生相克的啊，那不会任由任何人无限制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大家目前呢还是要静静的等待美联储的下一个动作啊，只要说有这种放缓加息的步伐的这种信号出来，那接下来呢就很可能会停止这种加息，也就是差不多到我们要等待的这种终极大底了啊。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市场上都坚持下去，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面。那或许呢明年会出现一个金融危机，或许没有啊。其实呢危机
就是危险和机会并存的啊。那只要是有这种明显的经济衰退的信号或者是现象出来了，那各个国家就会救市。那怎么去救市呢？那救市呢就是放水啊。那有救市就会有行情啊，让我们静静的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